备受期待的2022最新恐怖片《咒来了》，某瓣 8.0， 好久没看到这么高分的恐怖片了。它号称华语史上最恐怖，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显得非常真实。事实上，本片也是改编自发生在高雄的真实事件，里面也确实有些片段吓到我了。抓紧被叫捂好腿，他来了。故事还要始于6年前，诺兰和2个男人来到一个奇怪的深山，这里手机完全没有信号，而他们3人自称是破鬼特工队节目组，准备来到这里传说的一个地道来破除鬼魂的谣言。女的叫洛兰，眼镜叫眼睛，司机男朋友叫阿东。几人继续上路，终于到达村庄。这里的房子看起来很简易。几人一到，阿东和眼镜的舅公便上来接待。舅公将几人领下车，一路上眼镜开始疯狂拍，有看到给小女孩身上画皱纹的，还有在地上捡虫子的。到了住处，他们发现凳子上竟然都是虫子，同时自己的化妆包里竟然不知何时也有这么多虫子。下一秒，诺兰的身上也惊现虫子，慌乱中他将虫子给直接揉死。后来在拜佛母时，眼镜将摄影机藏在衣服里偷拍，诺兰也参加了。他们将自己的真名写在黄纸上交给舅公，随后开始祭拜。这里辈分最高的老太太说，以后每10年都要回来祭拜佛母。她剪下小女孩一缕头发，把它分别包在黄纸中，再放入一个小盒子。小女孩突然将手放到诺兰肚子上，原来她怀孕了，还是个女孩。老太太说，这女娃有名字以后也要奉献给佛母。诺兰听完懵了，我有孩子还是个女孩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们咋知道的？他欲言又止。回到住的房间待了一会儿，直到深夜，他们小心翼翼走出房间，发现了一个小房间里村子里的人正在拜着什么，很奇怪。眼镜又将摄影机怼了过去，没想到小女孩直接走到他们身前。你们偷跑出来玩？你想不想去好玩的地方？小女孩搀着诺兰的手走进一个铁门中，并拦住另外2个男人。眼镜并将摄影机递给诺兰，小女孩一进来便钻进台子下面，这正好给了诺兰拍摄的机会。他往四周一打量，这里有好多的类似佛像的东西，但脸却都朝着里面。红布上还有一个特殊的图案，不知代表什么。地上有一滩血一样的东西，并且还在滴滴答答。他抬头看去，这滩液体显得很诡异。正在这时，小女孩爬了出来，还带来一个盒子，里面有3只青蛙。小女孩给了诺兰一缕头发，让他喂青蛙。诺兰一脸懵逼，但还是听话的丢了进去。没想到青蛙真的将头发吃进肚子。另一边，两小伙无聊，竟跑到大家祭拜的地方，刻下到此一游，还画上污秽的图案，丝毫不知他们离死神越来越近。诺兰这边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响，回头看去，惊恐的发现所有佛像的头都转了过来。小女孩急忙压下诺兰的头，口中开始念着咒语。这时门突然被打开，他们被人发现。舅公他们要求几人明天一早就走，随后将他们锁在了屋子里。锁门这哪能行？阿登鼓捣一会儿，成功将锁撬开。可诺兰却变得特别虚弱，他担心小女孩，想去看看小女孩。几人背上包再次走了出来，可半路上眼镜突然发现情况，他们急忙将手电筒关闭。原来是老太太为首的一行人念着咒语，催着唢呐走了过来。轿子上抬的正是那些佛像。在他们走后，几人跟在后面，果然发现了宗族不能进入的地道。在地道入口处，发现了小女孩躺在祭坛上，脸上画满了皱纹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眼镜迫不及待想进这个地洞看看，可诺兰和大东感觉不妙，想要带小女孩去找医生。神经病是不是？喂，陈正元！眼镜铁了心要进去看看，他直接将小木门给踹掉。当镜头照向里面，隐约中好像传来嘶吼声，可再当他们仔细听时，那声音又不见了。眼镜坚持想进去，大东无奈便让诺兰留着照顾小女孩，自己陪眼镜进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诺兰的肚子越来越，他已经快坚持不住了。而下一秒，眼镜疯狂大叫着从洞里爬出来。而阿东却再也没出来，最终是村里人将阿东的尸体抬了出来。小女孩醒来看他，给他喝了一罐子水，他才感觉好点，起身便来到住所。他惊恐地发现眼镜好像魔怔了，走来走去，时而大叫。那个小房间此时又坐满了人，为首的正是老太太，他们的身后烧着一个人。诺兰怎么能不认识？那正是男朋友大东。惊恐的他一转头，看到了眼镜背对着他，下一秒眼镜的牙齿疯狂脱落，他跑进房间，而村里人此时都出现了，身上画满了皱纹。再一抬头，大东已经到了电线杆上，眼镜也随即砸落下来，死于非命。诺兰和朋友组队，6年前闯入邪教仪式中的禁地，触怒了沉睡的邪灵，所有人接二连三离奇死于非命。唯一生还的是未进入禁地的诺兰，但是只要是身边接触到这件事的人，都发生无法解释的不幸。他的爸妈因为看了那台摄影机，路上发生车祸，全部被撞死，甚至来到警局报案后，警察看完视频，当天夜里2人也发生了非自然死亡。
后来因为害怕，诺南的女儿一生下来就送去育幼院寄养。然而6年后的今天，可能是因为愧疚，还是决定将女儿接回家。他新买了一台摄影机，准备记录女儿的新生活，以后送给女儿。诺南找了一个大妈帮自己拍摄。他们到了育幼院，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朵朵。育幼院的院长叫启明，朵朵却一直叫他爸爸，而启明便也默认了。最终诺南成功带上朵朵准备回家，谁知到家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怪事。先是响起一声巨大的撞击声，当诺南去查看的时候，发现玻璃碎了一地，而朵朵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不知在看些什么。晚上，诺南弄着 Vlog 记录着朵朵来的第一天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，可突然啪的一声，毫无征兆的停电了。诺南打开摄影机的灯光，发现冰箱的门开着，牛奶洒了一地。一转身，走廊的灯光忽闪忽闪，还伴随着开关的啪啪声。他缓缓走上前去，只见楼梯间的灯一闪一闪。这时，诺南突然听到电梯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他靠上去听。这下的诺南急忙锁上房门，地上的文具洒了一地。他急忙跑到朵朵的房间，看到朵朵还在睡觉，才放下心来。这时洗手间又传出冲马桶的声音，女人向四周看了一圈，再一回头，朵朵竟然不见了。一低头就看到朵朵在床底下飞快跑了出去，他跟了出去，发现朵朵竟蹲在地上，然后来有天晚上，朵朵突然大叫，诺南忙跑进女儿房间，朵朵喊着让坏坏下来。坏坏是谁？诺南很疑惑。你下来哦，快点下来，坏坏。可还是听从女儿的话，试图牵住坏坏的手，然后将他带离房间。可即将带出大门时，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只有朵朵看得见。后来他将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朵朵的玩偶中。某天回家时，一个男人请教诺南一些屋况，他便让朵朵待在这里不要动。然而朵朵却自言自语起来，好像在和谁说着话。他来到了天台，将兔子放到地下，搬来小凳子站了上去，问那个声音是不是在下面。他坐到了阳台边，下一秒可没一会儿，朵朵却又爬了上来，原来是下去拿了一把刀上来，割开旁边一扇门的绳子，然后走了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竟喊起了咒语。这时着急的诺南赶来，一把便将朵朵抱走。可朵朵在车上却呼吸急促起来，送去医院后得出的诊断是半身瘫痪。另一边，当初录像的大妈也遭遇不幸，突然抽出烧红的铁棍将她吃进了嘴里，引发现场一片恐慌。在家中，诺南努力地带着朵朵做康复训练，可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的失败。他知道是诅咒搞的鬼，于是在地上撒上糯米，口中念叨着不要想。坏消息再次传来，法院这边裁定收回诺南的抚养权。接连的打击让诺南快撑不下去了，他只能剑走偏锋，去医院将朵朵偷偷抱上车。这时院长启明正好撞见，于是也上了车。眼看前面来人抓了，三人急忙开车离开。诺南准备去找一个庙，可他们路上却遇见了鬼打墙、吊着的尸体、火桶以及一辆自行车。绕了好几圈的启明决定倒车回去，可正好到尸体的下面，车子抛锚了，怎么都打不着。诺南手机往上一照，尸体消失。可下一秒广播自动响起，车顶不断传来轰击声，两人吓得闭上眼睛，疯狂默念咒语。终于声音消失，他们最终成功找到了那间庙。老头说该来的还是要来的，随后便开始做法，将那台摄影机贴上符咒，并喂给朵朵一朵叶子。女人嘱咐7天7夜都不能让小孩吃东西喝水，可7天7夜不吃不喝不会饿死吗？女人表示这关系到他们夫妻俩的性命，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不会继续了。女人再次叮嘱千万不能让他吃东西，7天后再来。诺南只好答应。可转眼诺南就发现那台摄影机不见了，再看手机，原来是启明带走了他，说要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一天夜里，朵朵突然出了大量的汗，然而找了好多家诊所，竟都关门了。终于找到了一家，医生说要打针，可是空腹会有副作用，医生让吃一顿再来。可在超市买东西时，他想起来不能吃东西，于是准备自己给朵朵输液。朵朵的身上起满了红疹，且输液袋里的液体全都变成了黑水。他忙挡住朵朵的眼睛，将管子拔掉。看到这一幕，诺南泪水再也止不住的流下来，他实在不忍心看到女儿这个样子，于是在晚上悄悄给女儿喂了点吃的。这时启明发来视频，原来启明拿走摄影机，一直在试图修复地道那一破损的地方，但看得越多，他身体越不舒服，开始流鼻血、掉牙齿。另外他查到这种扭曲的文字是一种记载佛经的婆罗米文字，在云南有一个密宗的避世和尚，是仅存的几个可以翻译这种文字的人。后来他找到了这个密宗，也将影片传给了诺南，并真诚的道了歉。原来当初就是启明举报诺南不适合带小孩的，因为自己生不了，所以就将叫他爸爸的朵朵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不惜生命也想替朵朵找到原因，随后便中邪一般开始疯狂砸头。诺兰吓得将手机扔到地上。
朵朵的身上也起满了好多的西瓜籽、呕吐屎，将吃的东西还有叶子，甚至一只虫子都吐了出来。诺南连夜带孩子来庙里找师傅，可谁知老头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地上还有一只虫子。这时女人开口说话：“你是给他吃东西了吧？”随后对朵朵说：“你妈妈当初把你生下来是要把你送给神明的。”女人开始疯狂挠着头皮，诺南想离开，门却突然关了起来，而女人也不动了。下一秒，女人睡在了地上，朵朵却飞到了半空，然后突然掉下，急忙送到医院抢救。而诺南像疯了般重复咒语，他看了启明传来的视频，知道老和尚翻译的这句咒语其实是一句古老的宗教祝福语。阿东家那边供养的大黑佛母是恶意之神，因此世世代代承载着巨大的业障，必须用这个咒语来获取祝福。医生告诉诺南，朵朵的情况暂时稳定，但并不乐观，让诺南做好准备。这让诺南差点崩溃。终于，他像是下定决心，点开了启明修复的地道内的视频。当年大东和眼镜走进去后，发现一个小型祭坛，符上写着祸福相倚，深处又传来声音。他们接着走，割掉了那封住入口的绳子，前方发现一面镜子挡在路上，他们将镜子搬开，走了过来，又发现一座祭坛，这上面放着4串头发。眼镜想去摸，被大东及时拦住。他们继续往里走，又发现一座一样的祭坛，只不过这里的是3颗牙齿。这时眼镜听到了声音，终于发现了那座大黑佛母本尊，红布上写此生有名。大东他仔细听，好像听到佛母里传来声音，于是他揭开了那张红布，谁知下一秒大东就定住了。他大喊一声，然后趴到地上疯狂吃着头发。眼镜急忙拉着他走，可路上镜子全部倒塌，墙里伸出许多鬼手，眼镜陷入昏迷。再醒来时，极度的恐慌使眼镜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。他看到阿东正一下下的砸着自己的头，下一秒最后视频再次陷入模糊结束，最终诺兰将自己身上画满皱纹，他要去亲手结束这个诅咒。他最后录了自己想对朵朵说的话，然后再次来到了这个村子，进入地洞，将东西全部归位，镜子砸掉，很快就见到了佛母。他将自己眼蒙住，最后揭开了红布，不出意外的诺兰砸头。影片到这就结束了。其实最后老和尚翻译的咒语是祝福的意思，我们都被诺兰骗了，那并不是祝福，而是祸福相倚、死生有名的闽南方言。念出诅咒便代表愿意承担诅咒的一部分，越多人承担，诅咒就越被稀释。这是本片非常巧妙的一个陷阱。女主为了稀释诅咒带给女儿的伤害，让所有看电影的人分担诅咒。每一个看了原片的人肯定100%跟着念这句咒语了，最后更迫使观众看了佛母的真面目。这才是本片最邪门的地方。